小道长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贫道是道士，不是和尚，真的不会超度。你骗人！都说佛道本一家，和尚会的，你怎么不会？贫道只是剑修，只会物理超度。物理超度也行呀，只要能把那群恶鬼收了，管你怎么度呢？姑娘，贫道是物理超度，物理对付肉体凡胎的那种，对付鬼可没用啊！我不管！今天小道长要是不跟我走，我就抱着你不撒手！哎呀，姑娘，你这是强人所难。你们道家不是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？那是佛家说的。那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那还是佛家说的。那你们道家说过什么类似的话吗？天道无亲，常与人善。对，就这句。你们道家祖师爷的话，你不能不听吧？这算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吗？小道长，行行好，救命啊！贫道姑且一试。小道长人美心善，一定好人会有好报。哎呀，姑娘，男人不适合用人美心善这个词啊！哎呀，你懂我的意思就行了，计较那么多干什么？姑娘，我们为什么要晚上进山庄？白天进来不是更好吗？白天进来又撞不上鬼，自然是晚上过来才能捉鬼啊。这话好有道理，贫道竟一时无法反驳。小道长救命啊！姑娘别用力，贫道被你勒得快要喘不过气了。鬼来了！好俊俏的小道长，妹妹勾人的功力越发精进了。他可是玉虚宫道祖门下的关门弟子，只要他阳元未破，便有金光护体，诛邪莫尽。就算我把他给杀了，你也吸食不了他的修为与精气。道祖的关门弟子，这猎物我喜欢，就是点子有些扎手。妹妹既然诱他前来，想必有对付这位小道长的办法。哼，破他阳元就是最好的办法。那我便等着妹妹的好消息了。小道长，你醒啦？哪里来的女鬼啊？是贫道一拳！小道长，你恩将仇报，人家好心把你从那鬼的山庄背出来，你竟然毁我容，世上哪有如此丧心病狂之人？我看错你了。姑娘，你别哭啊！别，我都毁容了，你还不让我哭？贫道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我被你打毁容，以后就没人愿意娶我了。这倒不至于。贫道有上好的灵丹妙药，不出3天，保证姑娘容颜如旧。可我背着你逃命，搂也搂了，抱也抱了，该有的不该有的肌肤之亲都有了，我的清白却没了，以后我还怎么嫁人呢？哎呀，那姑娘，你说该怎么办呀？那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你娶我呀！万万不可！你是道士，不是和尚，和尚不能娶妻，道士却能娶妻生子的。你占了我的便宜，却不想对我负责。你这个渣男！贫道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小道长是愿意娶我啦？贫道能说不吗？自然是不能。姑娘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啊。春晓月明云生出，我叫小月初。
月初，你不是说金窝银窝不如你的狗窝吗？山庄的鬼你不捉了？我都要嫁给你了，以后你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。更何况你也不像是有能力收鬼的样子，总不能为了捉鬼搭上我夫君一条命吧？你我还没成亲，现在就叫夫君，是不是有些过早了呀？反正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早晚都要叫你一声夫君的。啊，难道说你并不想对我负责啊？我都带你回师门见师尊了，哪里是不想负责的样子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那晚在山庄我好像是被你雷晕过去的，你是怎么带着我逃过那群恶鬼的追击的？嗨，那群恶鬼鸠占鹊巢霸占我家之后，我都和他们打了多少年的交道了，光是买法器我就倾家荡产了，带你逃命小意思啦。你有对付恶鬼的办法，还让我送死啊？这不是在客栈的时候听到你说自己是玉虚宫门下的弟子吗？我就想着玉虚宫的弟子竟然是能捉鬼的，谁知道你这么不济事，危急的时候还不如我呢。哎，真是不好意思呢。玉虚门下分剑宗和气宗，偏不凑巧，我们剑宗门下主修剑道，气宗才是捉鬼大师。那你给我介绍一位气宗的师兄弟，帮我去捉鬼呗。你想都别想，剑宗和气宗势同水火，让我去求气宗，以后我的脸还往哪儿搁呀？不求就不求嘛，你是我夫君，你说了算。说还没成亲，别乱叫我夫君，女孩子家要矜持一些。我救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让我矜持些？我那时候晕着呢。好啊，你个负心汉！哎，别哭了！哎呦，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夫君就夫君吧，你想怎么叫都随你啊。好的，夫君。师弟此番下山历练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这位姑娘是……其实历练还没有结束，只是中途出了点意外，不得不先回宫面见师尊。她是……师兄好呀，我是凌晨的未婚妻，名叫小月初，师兄叫我小初就行。哎，月初就是那个意外，我此次回来是要请师尊替我主婚。好小子，别人下山历练都是九死一生，你倒好，先拐了一个媳妇儿回来。我们剑宗一脉相传的祝孤生人设，就要这么被你给破了吗？哎呀，师兄你就别笑话我了，这真的是个意外。哎呀，这么美丽的意外，你就知足吧。哎，弟妹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师弟人虽然傻了点，可是性子却是一等一的好，以后你跟了他绝对不吃亏。看出来了，他确实是挺傻的。喂，我还在后面跟着呢，能听得到。就当你面说了，夫君能把我怎么着？来，夫君都叫上了。师弟，你对弟妹做了什么前手不如的事情？你们该不会是奉子成婚吧？师兄，我下山还不足半个月。这倒也是啊。师兄，就算我和夫君不是奉子成婚，也是私定终身。哎呀，师弟，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。哎呀，师兄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呦，我的清白啊！哇，夫君好棒！你又不懂剑，怎么知道我棒啊？夫君的剑耍的这般好看，看着都让人赏心悦目。更何况师兄说你是剑宗千年不世出的天才，迟早有一天你会登临剑道顶峰。哎呀，剑道又不是凭好看论强弱，我这套剑法叫灵虚剑，走的是飘逸灵动的路子，敏捷有余，力道却是不足。要说剑道顶峰，武林曾经出过一位剑圣，他的三剑式若是流传下来，只怕100年内无人敢问剑顶峰。哦，剑圣前辈那么厉害，那为什么他的剑法没有流传下来呢？不知道啊，剑圣传人一夕隐居，突然在江湖上消失了，那可真是可惜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你怎么还不睡啊？自然是等夫君一起啊。你别胡说，我们还没成亲。害羞什么？迟早的事情。夫君，你的脸好红呀。床榻和房间都让给你，我去找师兄挤一挤。哎，夫君，跑什么？你可要师兄都不愿意要我吗？哎呀，药都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啊！小月初，你就是生来克我的吧？我的清白啊！妹妹，你可别对他动了真心啊！姐姐还是管好自己吧，这里可是玉虚宫，脱离我的身体，小心被人发现你的行踪。你就是那个缠着凌晨逼着他娶你的低贱女人。本小姐在和你说话，你是耳朵聋了没听到吗？哎呀，这位小姐在和我说话吗？可我既不是缠着凌晨的低贱女子，也没逼着她娶我，我可是凌晨即将明媒正娶未婚妻呀。
什么未婚妻？凌晨乃是玉虚宫剑宗门下天赋最高的弟子，玉虚公主绝对不会答应你们的婚事。能够配上凌晨的，唯有我。我配不上，你却配得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乃剑尊南宫世家大小姐，论身份，论地位，论容貌，论武功，论才情，你哪一点比我强？你凭什么和我抢凌晨？就算我千般不如你，万般不相配，可凌晨想娶的人是我呀。来人，好好教训这个贱人，让他知道这世上有些人不是他能妄想的。师弟，我看到南宫若带着手下去你的住所找弟妹麻烦了。你是知道南宫若的嚣张性子，我怕弟妹会吃亏啊。师兄，你明知道南宫若是去找月初麻烦，为什么不拦着啊？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？师兄替弟妹出头，这叫什么事啊？你自己结的烂桃花，怎么也该你自己处置不是？月初要是有事，我和你没完。凌晨，救我！此处乃是贫道居所，南宫小姐为何来此欺辱贫道未婚妻？凌晨，你眼瞎吗？现在被欺辱的究竟是谁？可怜见的，我这未婚妻平素手无缚鸡之力，竟然生生被南宫小姐和恶仆逼得不得不自卫。你们拿的是棍棒刀枪，他却只能拿着一把扫帚引你。你们一群武林高手，却被一个没有武功的姑娘在教训。这话若是传扬出去，不知道的说是南宫世家名不符实，知道的准要说上一句污蔑陷害。月初，你受苦了。夫君，平素看着你老实，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呀？南宫世家的家主南宫庭和玉虚门二长老玄空子是多年好友，现在咱们不把这口锅给顶回去，等惊动了二长老，我和你谁都逃不掉。娘的！夫君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要是再晚来半刻，不是就见不到我了？你这都打发一群人了，凌晨再晚来片刻，见不到的是我们吧？我一个乡下姑娘，哪有这样的能耐，能打倒你们这群武林高手？这话说出去谁信啊？虽然我不想相信，但是我的眼睛告诉我，眼前一切就是事实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是谁呀？我可是和一群恶鬼斗智斗勇了18年的人，更何况我们庄家人最是有力气，你之前不也领教过了？可你打翻这一群人也太夸张了，所以没人信呐。凌晨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阿爹，这个疯女人，她竟然敢打我！凌晨，还不和这汉服一起跪下，向南宫大小姐道歉！你竟然敢不跪！我和凌晨又还没成亲，无亲无故的，你是他的长辈，他跪他的，你又是我什么人？难不成随便走到大街上，比我年长的我都要跪上一轮吗？你这乡野村妇，目无尊长，此等泼妇，你竟然要娶她！我已经是他的人了，你们玉虚宫要是不承认这门亲事，我就一头撞死在你们山门前，死前还要去京城鬼印堂钉板告御状，告你们玉虚宫仗势欺人，拆散捆命鸳鸯，我到时候看看你们玉虚宫还要不要这个脸。泼妇，泼妇，当真泼妇！哼，赤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你们这群瓷器偏要和我瓦砾碰，你们要脸，我可不要脸。凌晨，你就这么让他在长辈面前撒泼吗？二长老，说来惭愧，我管不了他，也管不住他呀，这不还没名分呢吗？要不然您让师尊早日出关，成全了我和月初的婚事，等他嫁给我，便是玉虚宫门下眷属，到了那时，您再以公规处置他便是。你休想！我既不是你们玉虚宫的人，你凭什么管我？玉虚宫管不得，和你打的是老夫的女儿，难道老夫还管不得这事吗？你倒是伶牙俐齿的很，就是不知你的骨头够不够硬。静静些。小子，你竟然敢硬接老夫一剑！我这未婚妻乃是乡野之人，不懂规矩，这一剑贫道替他领受。南宫家主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剑尊，想来还不至于和我这未婚妻一般见识，还望南宫家主放他一马。看来你是铁了心不做我南宫世家的女婿，非要和这村姑搅和在一起了。凌晨福薄，当不得南宫家主的厚爱。小子，你可别后悔。若儿，我们走。夫君，你还好吧？调息片刻就没事了，不愧是剑尊，还好我反应快，不然这一剑非去了你半条命不可。夫君，你为什么替我挡这一剑？
你是我未婚妻，我还没死，哪有让人当着我的面伤你的道理？若是有一天我得罪了很多人，与世为敌，所有人都要杀了我呢？只要我手上还有剑，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若是我罪孽深重，非死不可呢？你们女人都是这么多愁善感吗？就你这样，是能杀人还是能放火？还罪孽深重，非死不可。你家夫君是道士，最善了结因果。若是真的有那么一日，你的罪我来受。这个答案满意了吧？自然是满意的。剑道至尊南宫世家，18年前玉华山下冤魂所役，是我颜冕以血换血，以牙还牙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是谁？是谁胆敢灭我南宫世家？南宫庭，你见剑圣一脉的血债，明日子时我自会来取。妖女，还我全族命来！爹，他不是人。阿若，随我上玉虚宫。这么晚了，去了哪里？我等了你好久了。屋子里多无聊呀，我出去转转。还好你知道回来，不然错过了惊喜，我可不会陪你。夫君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？把眼睛蒙上，我带你去。只为你入红尘，来时路却不敢回身。真经天下不平，真不断情歌。喜欢吗？一堆萤火虫就想打发我，你这反应不对呀！我问过剑宗的师姐妹，她们说女孩子最喜欢这样的浪漫了。我想要的浪漫就是和夫君白头偕老。那就把愿望写在孔明灯上。夫君准备的可真齐全，要不怎么说是惊喜呢？夫君，你知道那天我是如何打败南宫世家的人吗？不是你力气大吗？这鬼话也只有你信。我呢，有一套家传剑法，既然你是我夫君，我自当传给你。剑法我只演练一遍，夫君你可看好了。这套剑法名曰魂剑式，我将它赠给你，便算是我的陪嫁。这套剑法如此精妙绝伦，你的祖上一定不是碌碌无为之辈。谁知道呢？想不到18年前的灭魂阵下，竟然还有漏网之鱼。是我之失，才害得南宫世家遭此大祸。还请兄长出手，替我南宫家满门报仇雪恨。这是自然。这把断魂剑自打到了贫道手中，宝剑就从未出鞘。18年前的旧债，便在明日一起了断。贫道要用这把断魂剑斩断剑圣一脉的根。你竟然将横剑士传给了他，你可还记得自己接近凌晨的目的？如今我们已经找到灭门仇人，南宫庭和南宫若并非我们的对手，何必徒增人命？断魂剑在玉虚门二长老气宗的玄空子手上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不会不知道吧？玄空子，他也参与了当年的屠杀，灭魂阵就是他亲手布下，若非他，我们剑圣一脉又岂会魂飞魄散，再无轮回？明日我们要对付的不止南宫父女，还有玄空子，甚至是整个玉虚宫。你的这位夫君可还会护着你？或许明日你们二人便要刀剑相向了。别说了，你可不要忘了，当初你是怎么活下来的。区一个厉鬼，竟然敢孤身独闯玉虚宫！今日贫道便让你魂飞魄散！就凭你们，死到临头还敢张狂！贫道倒是要看看，当年的漏网之鱼究竟是谁？小月初，怎么会是你？果然是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！
怎么会有2个小月初？南宫廷、玄空子，你们图我剑圣满门，今日便要你们血债血偿！月初，今日无论是谁，都不能阻止我复仇。你也不行。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？蠢货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妖女是利用你混进玉虚宫，欲对玉虚宫不利。南宫世家几乎被他们灭门，只剩南宫家主妇女。你若还是我玉虚宫门下弟子，就拿起你的剑，斩妖除魔，捍卫正道。我师叔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真真假假、扑朔迷离的真相，我若说了，有谁会信吗？不要听妖女信口雌黄。我信，只要你说我就信。江湖上曾经出现过一位绝世剑圣，以3件事纵魂香。100年前，剑圣一族隐退江湖，在玉华山上建造了一座山庄，取名小月山庄。玉华山，那不就是你带我去捉鬼的地方？小月山庄的恶鬼，从始至终只有一个，她就是我的双生姐姐，小月端。小道长，事到如今你还没想明白吗？你我相遇是局，是我请你的一场局。原本我是冲着你的阳元而来，谁知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我竟然在玉虚宫发现了灭我剑圣满门的仇人南宫廷和玄空子。妖女，休要血口喷人！你的纵剑使和玄空子手上的断魂剑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剑圣3式，纵剑、横剑、万剑。剑圣3剑，斩情、乱心、断魂。南宫廷，你资质平平，就算用我娘的性命逼迫我爹演练剑圣3式，却也只得了一招纵剑使。一派胡言，还不杀了这个妖女！让他把话说完。说剑圣一脉当真有缘，我玉虚宫难道要当为虎作伥的爪牙吗？说你有冤要诉，有我3尺清风在，庇护你沉冤昭雪。剑圣一脉隐居玉华山，不问世事。18年前，我与双生姐姐小月端出生的那晚，山庄水源被人下了药，一群黑衣人杀入山庄，3人就砍，全庄上下鸡犬不留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可是那群畜生不但灭了我剑圣全族，甚至在小月山庄设下灭魂阵，要让我全族冤魂魂飞魄散，轮回无门。他们将山庄洗劫一空，除了金银珠宝，南宫廷想要的是剑圣3式，而玄空子想要的则是鬼剑断魂。不过一招剑使，一把鬼剑，却是要了我全族的性命。你血口喷人！若照你说，当年你刚出生，小月山庄满门尽灭，你又是如何逃过一劫？又怎么可能知道那些往事？我之所以能够逃过一劫，是因为你们放火烧了小月山庄，扬长而去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出生。我与姐姐一母双生，她先出生，被你们所杀，
而我当时还在我娘肚子里没出来。你们走后，我娘撑着最后一口气，剖腹取子，双生双生怨，朝朝冤魂血，寥寥2条命，一生一死绝。玄空子，你的断魂阵可以断魂，却断不了命啊！就是因为我妹妹这条漏网之鱼，全族的冤魂才得以将她的血躯作为容器，生熬了断魂阵18年的煞气。以生灵为引，血躯为器，深藏784条冤魂煞气，堪比凌迟之刑。月初当时不过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他如何能承受住这样的折磨？怎么，心疼了？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活在一堆死尸中间，身边连个活物都没有，你以为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难道就是那个难道？全族人以自己的血肉供养，冤魂为祭，才将他养到了2岁，他活了。可是全族连一缕残魂都没能留下，却滋生出了我这个双生的厉鬼。凌晨，你若是执迷不悟，非要护着这个妖女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杀人夺宝，灭魂索命。面对苦主，二长老，你难道半分悔改之心都没有吗？妖女毁我情欲，当诛！你若还当自己是玉虚宫的弟子，就不要插手这件闲事，否则我立刻逐你出师门。我说过，3尺清风子，护你到永生。我还活着，你便不许死。总剑士，横剑士，你怎么会横剑士？哼，他是我小月山庄的姑爷，会用横剑士，很稀奇吗？妖女，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为了鬼女的攻击，你和凌晨血肉之躯，我们这群人就算是车轮战，耗也耗死你！小月初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将凌晨献祭给我，是我们最后的生机。你接近我，就是为了将我献祭给你姐姐。我说过，你我相遇就是一场局。那你说的爱我之言，皆是妄言吗？小月初，一个男人而已，不要忘记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，你背负着全族人的血肉和命。夫君啊，我是被全族血肉供养出来的复仇之子，对你，我不配说爱。若是复仇是你想要的，这条命给你便是。可我怎么舍得要你一条命呢？姐姐，18年前你死我生，18年后我当妓女，还有什么献祭比得上我的血肉之躯，成就你的鬼王之身？
南宫庭、南宫树、玄空子、玉虚门，本王要你们死！夫君，我好像是一个来世。我多想再见你哪怕一面，前世未了的眷恋，在我血液里分魂飞魄散，沉睡中再无轮回，记得什么虚无一个来世？萧月楚，你这个骗子！你是我妹妹选择的归宿，本王将她留给你。你要去哪儿？大仇已报，尘缘已了，我该去赎罪了。池儿，让你下山一场历练，怎么平白惹上一身情债？师尊，这是我给你带回来的突袭，我与他今生无缘，来世无分。可他终究换过我一生夫君，望师尊成全我与他的夫妻之名。罢了，为师受你3拜，为你2人主婚。真气尽成魂，尽收空余恨。心思虽无人，偏入心深几寸。只为你如红尘，来时路却不敢回声。真经天下不平，真不断情歌。愿见你来一瞬，我只见涕离。我妻此生沾染血债，孽果缠身，不是他的夫君，自当为他了断因果。师尊，请您允许弟子下山，弟子愿一生行善，为我妻积福消灾。青山何须借问，早该远无解。你去吧，就遍天下苍生，渡我难脱困。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小姑娘，我是道长，不是大侠。